今天我们再教大家煎牛排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方法是完全的新手，而且不需要太多的油，也不需要去炙烧你的表面，而且很不容易失败。再说一次，就这跑出来，我知道会得罪很多人。你有漂亮的梅纳反应了，这个就是漂亮的脆壳，没什么灰圈，全部都是漂亮的玫瑰粉红色，超多汁，那个鲜味真的非常棒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再教大家煎牛排。之前最受欢迎的一支影片呢，就是教大家怎么用铸铁锅来煎牛排，重的铸铁锅，这个算是比较一个传统一点的方式啦。我会把这种方式，我们教的原本那个方式呢，叫做传统法，就是用高温去炙烧表面。直到表面出梅纳粉，然后拿去 rest， 要让温度慢慢透到肉里面之后呢，我们再回来让它继续炙烧，然后再让熟度慢慢进去，所以就等于是用一个反复让它 rest， 让它静置的方式，让温度可以慢慢的进去，这样子呢可以达到一个很不错的效果。这个是一个蛮简单，然后你就不太需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花的时间很多，因为第一次你 rest 就要8分钟，吃之前又要 rest 的那一次呢可能要10分钟，所以这样来来回回至少就快要20分钟。这样你煎的时间可能20几分钟过去，就整的来说，它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方法。然后传统法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把牛排就是表面炙烧了之后呢，再放进烤箱里面去，可能用180度或170度，可能烤个18分钟吧左右，这样子去烤。这种方式呢是餐厅比较喜欢用的方式，因为它比较省人力，然后餐厅的那个出餐来说会比较的顺利。传统法这个缺点就是它可能你在大火去煎表面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让外面有一层灰圈。肉过熟并不好吃，然后可能有些掌控不好，或是时间比较赶呢，它没有时间去慢慢的去掌控它的温度，或者没有 rest 到很好的时候呢，它就有风险是外面是很熟的，里面是生的，就是我们在台湾常常会看到的牛排。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比较没有层次，看起来它的肉都是很平均的颜色的，里面跟外面都会差不多嫩，然后表面有层脆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这就是传统法，其实需要一点技巧。它会有一些风险这样子。再另外的方式呢，就是舒肥法，它是一个非常好控制肉的熟度的一个方法。我个人在很多料理里面都觉得舒肥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因为它可以恒温，然后用比较 minus 就比较低温烹调的方式呢，去处理你的不管是肉啊、鱼啊，或是其他的料理。但是舒肥法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有这个舒肥棒，你要投资一台舒肥机器，然后要有一个有点大的水浴槽。然后再就是你可能还需要真空机，因为如果有空气在那个袋子里面的话呢，低温烹调效果会比较差一点。舒肥法就是最容易做出无脑做出好吃的牛排的方法。你中心温度都已经控制好了，中心的熟度都控制好了，最后就是炙烧表面让它有一个好的脆壳跟梅纳反应就可以了。但是就是你要投资比较多的东西，然后它非常的花时间，因为你舒肥一次可能需要1.5到3个小时之间，大块肉的话可能要舒肥个10几个小时，非常的花时间。但舒肥法它会比较嫩啊，就是原因就是它可以用比较低温的方式，让鸡肉里面的酵素可以活化，然后去分解你的肉类。可是如果舒肥太久会变成粉粉的，味道很不好。所以舒肥法也是有它的麻烦的地方。然后还有一个蛮多人喜欢用的方法，就是 reverse seal， 我们中文叫逆式炙烧。对，就是我们把一块肉，可能是冷冻或是冷藏的状态下面，直接丢进烤箱里面，可能50度到100度，看个人手法不太一样，把中心温度弄到大概30度啊、40度这样子，然后再把肉拿出来炙烧表面，这样子就是逆式炙烧的做法。等于说它是用不需要真空袋跟水浴槽，也不需要这个舒肥棒的一个方法，就可以去用低温烹调的方式去烹调你的肉。但是它也有个问题，就是你必须要有烤箱，必须要有一个够大的烤箱，而且可以控温烤箱，而且你的烤箱还必须要能够先预热。预热烤箱呢就要10几20分钟了，它整个的时间也是蛮长的。你要有温度计常去测。一般的厨房来说，可能大家不是这么的方便，这是逆式炙烧的另外一个问题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方法呢，是我觉得是完全的新手，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家里面很多人都有这个不粘锅啦。我之前有讲过，我不是很推荐用不粘锅来煎牛排，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煎出梅纳反应的表面。不过我们今天会教你们。重点是冷煎法呢，它是一个蛮特别的煎法，不需要太多的油，也不需要去炙烧你的表面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这个方法。这是一块我们自己卖场里面卖的美牛的 Prime 的翼板，非常好吃的一块肉。那有兴趣的话，自己去底下买。冷煎法其实跟大部分的牛排一样啊，就是你必须要先让它回温，
我还是推荐大家先把它回温到室温，因为你希望有一个漂亮的脆壳的梅纳反应呢，就是要室温。然后我们要把它擦干，就算不想回温，你至少也把它完全解冻了，表面把它擦干呢。之前有先撒盐跟胡椒，那我们今天只撒胡椒，对，因为这个方法呢，它会比较慢的去把表面弄熟，对，所以我们先撒胡椒。你的水跑出来太多，但水跑出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啊。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烹调时间稍微长一点点，胡椒把它拍一拍，之后再加盐就好了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要加盐的话呢，记得你在加盐的时候要在45分钟之前加，因为渗透要跑出来水分再吸回去肉里面，所以你要找45分钟。对，那我们今天没有45分钟，对，摄影师很贵，拿出我们的炉子跟我们的锅子。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说要倒油，不用，冷煎法不需要倒油，根本不需要开火。这块牛排我们直接把它放到锅子里面，把它贴平，然后再开火，先开中大火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计时。计时2分钟，对，完全不需要放油，因为你今天用的是不粘锅，然后稍微去压它一下。我们之前有说啊，就是你不要去动这个肉，可是呢，冷煎法好处就是你手贱的人可以一直去弄这些肉，可以让它去动。看底下这边有一些这样子粘在下面的肉汁，把它抹到肉上面去，这些都是梅纳反应的物质。然后我们可以偷看一下，还没好，对不对？偷看一下，好，现在2分钟了，我们就可以来翻面，把它翻面。然后一样，就很简的去让它动来动去，再让它煎2分钟，然后记得去压肉，让它可以贴平的锅子。这时候啊，你可以看到肉其实它已经在沸腾，它水会跑出来。就说再说一次，没有办法用锅子的热度去炙烧，让它的水不要跑出来。肉里面的水加热的时候，蛋白质收缩就是会跑出来。我知道会得罪很多人，可是只有事实，好吗？看到那个水在沸腾，水就是会跑出来。对，那没关系，就让它跑。这个方法有个好处就是，没有什么烟。这好处就超棒，就是它的烟很少，它只有牛肉本身的烟而已。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脆壳还不够漂亮，没关系，我们不用管它，没有什么烟。甚至你不喜欢这个牛油，不想要有烟，你就把它擦掉，都没有关系，都是 OK 的。OK， 不需要太多油，让它动一动，去把梅纳反应的东西，把用的肉去把它刮起来，很方便吗？快要2分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关小火，然后再翻面，这面你看已经有漂亮的梅纳反应了，只是还不够脆，所以我们再继续让它煎，再一样，再2分钟，这样子频繁的去翻它。如果你怕说会太熟进去的话呢，你就用1分钟。这时候要烤多久就要看你的肉的厚度，对，你的肉越厚，就需要越长的时间，那你就要翻得越频繁。这块肉很油，所以它会有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盐。如果你今天的肉不是那么油的话，是菲力的话，根本就不需要。看我们这肉开始慢慢的紧缩，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熟呢？除了我们之前教的就是这样子按压的方式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方法，用温度计来测，再翻，好看哇，这个就是漂亮的脆壳。那为了让它不要有那个灰圈呢，我们可以更频繁的翻面，就是每1分钟翻一次。这边可以看看它的熟度，那我也不需要去炙烧侧面什么的，就让它慢慢熟进去就好了。然后现在是用小火哦，然后1分钟再翻一次，哇，这个漂亮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测它的温度。我们要找牛肉最厚的地方，大概不要这样子插，直着插温度计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很难找到中心点，所以我会把它稍微翻起来，这样插进去。然后我们可以比一下啦，大概中心在哪边？中心如果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稍微把手指比一下，然后这样子插进去。然后当你的大拇指碰到肉了，就是我们的中心点了。看它中心温度现在很低，才只有20几度而已。那我们就继续再让它煎。对，然后也不需要去泼淋它，我们之前有用油去泼淋它，那这次也不需要。为什么呢？肉一旦翻过来之后啊，我们要让它的热度呢从肉上面跑出来，这一面我们希望它可以是散热，让热度跑进去，然后底下的锅子呢是去加温它的，这样才不会让上面有一层过熟的回圈。你看，这样就慢慢的会有漂亮的梅纳反应在上面。那梅纳反应是什么东西？是肉的里面的蛋白质氨基酸跟着它的肉汁流出来的时候呢，它经过加热就会产生的梅纳反应。那梅纳反应其实并不需要到这么高的温度才会产生，因为200多度就会有了，你不需要这么的高温也可以有梅纳反应。那我们再翻一次，现在煎了9分钟了，用低温慢慢的去弄它，就这样一直频繁的去翻它。
那我们希望它的温度呢能够到达50几度啊。那现在看起来就还需要一点时间，现在是10分30秒。所以一块牛排最好是它是一个平均厚度的牛排，不然我觉得这边其实温度已经到了，只是我们需要它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差不多。但这边就已经快要熟了，这边到我要的温度了。好，如果你今天想吃5分熟牛排，这个温度45度就可以了，然后会让它慢慢熟进去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，放到这边来，一样 rest 了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这样子加起来，我们刚刚总共煎了12分钟，就让它 rest 5分钟。所以这块牛排大概只需要多少？16分钟而已。16啊，12加10加5分钟哦，17哦，靠北，我数学太夸张。我们大概需要17分钟就可以了。那中心温度大概达到50度，对，有些人希望是53度了。那我希望它不要立刻到53度，我希望它慢慢进去，所以我可能到45度、50度，我就把它拿起来，让温度慢慢的进去，然后拿起来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让它在这边散热。rest 5分钟，总共17分钟，暂停。那我们就来切切看吧。然后我们切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因为现在鸡肉的纤维是长这样嘛，要斜刀下去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煎好就要让 rest， 不能一煎好就切呢？因为你直接切的话呢，因为它的牛肉里面压力太大，里面的纤维非常的紧缩，会把肉汁全部挤出来。那这样子就不会，你 rest 了之后呢，它肉汁就不会损失太多，没什么回圈，全部都是漂亮的玫瑰粉红色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撒一些我们喜欢的盐在旁边。我拿这个是盐之花，没什么渐层的粉红色。那这个不要叫它血水，这是肌红蛋白，好不好？超多汁。如果你在煎牛排前45分钟先撒盐的话，盐的味道会直接进到肉里面去。另外后面撒盐的话，使用盐之花让它的口感变更有层次，会有一点crunch，就是脆脆的口感。就你除了外面的脆壳之外，你还会有盐之花的口感。因为你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咸味瞬间释放，然后跟肉的蛋白质那个鲜味真的非常非常棒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，像这个如果肉如果不平均大小的话，熟度就会很接近啊，就有点过熟。可这个我觉得也还好。我们吃吃看会不会有太硬的感觉？完全不会，我觉得牛排很好吃啊。就算像我现在已经吃肉吃到有点职业伤害，有点厌恶肉，但是好吃的牛排我还是很喜欢。就是想吃到好吃的，还是觉得非常开心。这个煎法，这种比较薄的地方煎的有点像全熟一样，可是也是一样非常好吃。就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简单，而且很不容易失败，因为你还多一个温度计来作为你的参考的标准。那你也可以就是用按的啦，用按的，跟之前我们教一样，就是可能3分熟啊、5分熟啊、7分熟啊、全熟啊这样子去按。你可以这样子去压那个肉。所以这个方法，如果你没有温度计的话，那有温度计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很精准的控温，非常的简单。对于有料理过动症的人，或是你不想要等这么久，你看我们刚刚只用了大概17分钟就可以吃了，所以它非常的快速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而且你可以用不粘锅，然后也没什么烟。所以通常我们这边料理就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，就是盐超多。你不需要放油，所以也不会有太多的烟，也不会有太多的味道在房间里面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、最快速的一个煎到好吃牛排的一个方法。说到这个熟度啦，我觉得常常会有人跟我说，大家的迷思就说牛排要吃很生才是懂吃，然后会到牛排馆说我要吃全熟的，就是完全不懂吃的。这件事我很早期，我几十年前在吃牛排的时候，我会同意这件事。一开始我也觉得他不懂吃，可是后来我发现说不是，应该说我在开餐厅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，因为其实我们家就有一个吃全熟牛排，就是我爸，他一定要吃全熟牛排，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才有风味。我后来发现，喜欢吃全熟牛排的人，他是吃过很厉害的牛排，所以他们吃到那味道就念念不忘，他觉得就是要那样才会好吃。他们并不是要吃干柴的肉，并不是说我怕血水什么，不是。他们吃过很厉害的餐厅做出来的牛排。其实的确很多肉都需要有就是全熟牛排才会有风味，它才会有那个味道出来。你吃那种半生不熟的，其实有时候会很难咬，然后有时候还是生肉的一个状态，它蛋白质没有经过变性，它味道是出不来的。你看一下，就是豚肉上盖，它就是要吃全熟的。还有上次我们拍的那个什么后腰一板全熟焦焦，那超好吃，好吃到你骂脏话。对，像这几个部位就是要吃很熟的，对，甚至有一点点干都没关系，可是它就是有那个风味在。因为全熟的牛排呢，它的风味会更多。如果你处理的好的话，其实你很难界定什么叫全熟啦。我们可以说它蛋白质全部都变性就叫全熟的话呢，其实像这旁边就是全熟的一个状态。
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把全熟这件事情定义成蛋白质全部变性的话，它其实是非常好吃，它一点都不会老，而且它的筋膜那些都已经都软化，其实非常好吃的。但是难在哪边？难在餐厅要很讨厌要全熟牛排，因为你要更加的用心，你要像我一样刚刚一直去翻，然后或是你要反复的 rest， 然后是你要用梳理的方式去做。对，所以全熟牛排他们不喜欢做，我觉得这有点阴谋论啊，是不是餐厅在告诉大家说不要吃全熟牛排，吃全熟牛排就不懂吃这样子，所以不要再笑那个喜欢吃全熟的人啊。我现在听到那种说什么是3分熟的，我比较会笑。牛排就是要吃全熟的才会好吃，不然你咬不动也没有风味啊。好，所以不要再笑人家说你要吃全熟牛排。下次去餐厅里面可以点 well done， 看他能不能做到好。告诉你厨师会很恨你，可是他心里面可能觉得说，干这个人真的懂吃。那我们今天教这个很简单的方法，自己拍影片会打到自己以前的脸。对，我知道我以前就说什么不要用不粘锅啊。我们就是随着时代去演进，然后随着更多的方法、更多好的方法出来呢，我们可以用更多新的方式去料理不同的东西。就是料理是一个很开放的东西啊，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，就是你只要拿不粘锅就好了。反正现在最近不粘锅也被就是重新被洗白，就是说其实那个涂层没有那么的有毒性。今天的几个重点就是你一开始用高温，后来用低温去煎它，然后就是记好时，频繁的翻面，这就是重点。频繁翻面，然后不需要浇淋，让它热度可以慢慢散掉，然后温度可以慢慢的透到肉的中心点。最后一次 rest 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，很省时，17分钟搞定。好，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在底下留言，或是你有更好的方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然后如果你还有其他更多问题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会教你怎么样煎牛排。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买刀子，像这种刀子，或者想要买牛肉，都可以在我们底下都会有连结，可以去底下看。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频道会员有时候我会放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在频道会员里面，也可以支持我。你加入频道会员就是支持我，让我可以买更多的肉来拍片给大家看，或者你也可以买肉支持我。看我今天连可乐都没得喝，很惨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